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跨界歌手侯明昊凭什么唱热华语乐坛？歌手2026这次真敢玩。跨界歌手里很少有人一上来就被专业乐评人盖章。歌手2026第2月度抢位赛，真正抢走风头的不是稳坐前排的齐豫、胡彦斌，而是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被很多人当成来体验一下的演员侯明昊。一首《Simon》直接把他从偶像演员送进了华语乐坛潜力股的讨论里。乐评人给出的评价很狠也很准，在长相能到这个级别的新一代里，他是唱的最好的；在唱功能到这个级别的新一代里，他是唱的最帅的。这句话没有挖苦的意思，是节目到目前为止最清晰的一次定位。资本需要的是可持续的歌手脸，乐坛需要的是真能唱的年轻人。他刚好踩在2条线的交汇点上。再把这期节目的整体排布拉开看，会发现节目组其实早就给他买好了出圈位。本轮抢位赛，老将里有齐豫、胡彦斌、杨坤这种唱功保险，个性路线有窦靖童、万妮达，小众与国际范由窦靖童加艾略特撑着，再加一个流量歌手张远，还有唱功不错但一直不大火的刘惜君，类型非常齐。这种局面下，一个跨界新人按理说应该是被衬托的那一个，结果他成了最被讨论的那个，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他在这期舞台上的冲击力。节目赛制上，先是第5期抢位，优先晋级4人名单公布，齐豫、胡彦斌、尤长靖和侯明昊。前3个晋级名字都在意料之中，齐豫唱《这世界那么多人》，歌太熟，惊喜有限，但不可能翻车。胡彦斌拿《心太软》做改编，把这首被唱到烂的 KTV 神曲重新装了一遍，还唱得有棱角但不油。尤长靖用作为怪物宣示态度，虽然气质上还没完全撑起怪物的孤绝感，高音很亮，台风也比初登场稳多了，晋级合理。真正爆冷的是，很多人原本以为只是来试水的侯明昊，竟然和这3位站在了同一个晋级区里，而且不是靠人气，是靠现场表现。为什么他这一轮能顶住？先看条件。大部分观众对他的认知停留在演员身份，但他其实是音乐科班出身，算职业歌手转去演戏的一类人，这一点被节目现场再一次强调。很多跨界歌手的问题是唱得不难听，而他的问题变成了紧张导致没唱到自己最好。参考的是他之前在音乐节唱 Simon 的状态。即便如此，在第一次上歌手这样完全以现场为主的舞台，他能把这首歌的完整度和情绪线保持在高水准，已经说明硬件够用，软件也不差。节目最大的背书来自专业乐评人，现场对侯明昊的评价是高度肯定，语气里没有综艺常见的鼓励式夸奖，更像是对一个专业音乐人发展方向的判断，颜值、唱功都达到1线标准，这是偶像工业梦寐以求的组合。对华语乐坛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需要靠跨界噱头活着，而可以直接进入主流男歌手的竞争格局。对标的是胡彦斌这种唱作路线，或者尤长靖这种流行唱功路线，而不是演员唱2句就谢幕的咖位。反过头再看别人这一场的发挥，就能看出他为什么格外亮眼。齐豫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意境有，技术稳，只是歌被翻唱太多，很难再制造话题。胡彦斌继续在老歌里做实验，心太软的新版本有他一贯的复杂和细腻，对音乐性要求高的观众会很买账，但对普通听众来说，倒没有压倒性的情感暴击。尤长靖在怪物这个选曲上逻辑没问题，态度对了，可爱豆体系成长起来的人，习惯在粉丝期待中自我约束，他唱出了高音和张力。
却没完全唱出完全不在乎你们怎么想的那种狠劲。这3个人表现都不错，但都是大家预期内的稳定发挥。侯明昊不同，他带来的惊喜不是把一首经典歌玩出花，而是你以为他是跨界来玩票的，结果发现他其实是误入演员圈的专业歌手。很多人第一次正儿八经看他唱完整舞台，就是在歌手2026。这种发现感本身就很容易让舆论风向往惊喜那边倒，紧张带来的遗憾反而成了话题空间。如果再放松一点，他还能有多强？这就是节目组最想要的那类选手，有想象空间。再看待定区的6选3，把整体竞争强度摆出来，侯明昊的晋级更显含金量。排在第一的是新来的外国歌手艾略特，唱功稳定，造型致敬猫王，形象优越，完全是节目组用来接棒上一轮外援的人选。从表演看，他比上一位外国歌手的实力更强，上限很高，短期内基本稳坐前列，但也埋着一个隐患，风格太稳，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如果接下来不主动跳出舒适圈，会慢慢变成唱得好但无聊。第2名是张远，他的壁上观舞台设计和编曲都做得很大片，氛围拉得很满，可问题也被乐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耳帝的评价是，用尽一切手段包装了一个本身演唱与审美都乏善可陈的表演。简单讲，就是声音不够厚，唱腔不够有个性，撑不起舞台给他搭的那套气势，还带着一点综艺感，像随时要在舞台上变装。这种表演在有粉丝投票的节目里非常吃香，因为视觉冲击足够大。但从纯音乐专业角度看，短板挺明显。再看万妮达，他这一期要是只看现场表现，真不该只有待定区第3的成绩，舞台气场和台风都很炸。女 rapper 站在这样的主流音乐节目上，本身就是一次审美扩编。问题出在选歌太小众，7686 WAIYA 是福州话加南非 MAPNL 元素的作品，对大部分观众来说，不仅听不懂歌词，连律动点都抓不住。观众被他的气场镇住了，但情感和旋律没跟上，最终投票就很难拉高。他如果想在这个节目走更远，就不得不做一次妥协，适当收一收小众实验，多挑一些大众审美范围内的作品，把路人缘先打牢，再慢慢展示个人品味。刘惜君和窦靖童则分别代表了唱得不错但没记忆点和个性很足但唱功暴露问题这2种困境。刘惜君这一期的状态很稳，声音清亮婉转，有岁月沉淀后的那种安静力量。可舞台一结束，很多观众只会说好听，却想不起来具体哪里被击中了。这也是他这么多年一直很有口碑，却始终没爆的原因，个人辨识度不够，风格标签不明显。在歌手2026这种竞争环境里，这个问题会被无限放大。窦靖童这一期的排名掉到第5，更是出乎不少人意料。他选了经典情歌《亲密爱人》，按理说这是很适合做性格改编的歌，可他的版本几乎把原曲的情绪脉络全部打散了，改到让观众找不到原歌在哪儿。更关键的是，改编暴露出他在唱功上的短板，有观众直接评价像说梦话气息飘的找不着北，加上那一脸致敬王菲的泪痕妆，舞台的解读很容易被拉向又在消费母女情的方向。事实上，他的嗓音本身就已足够证明与王菲的血缘关联，再刻意去用造型提醒，只会让质疑增加。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反而是回到唱功和音乐性上，不要让王菲女儿这个标签压倒他作为独立音乐人的可能性。压在他后面的是最让人唏嘘的一位杨坤。很多人都没想到，一代实力男歌手会上演一次大型车祸现场。这一场他不仅多次跑调，
整体状态明显不在最佳。某种程度上，他和上一轮离开的庾澄庆遇到的是同一个现实问题：年纪上来以后，身体机能下降，现场控制力不如从前，在高压直播舞台上很容易出状况。节目结果是杨坤被淘汰，这个结局让人唏嘘，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男生。能像齐豫这样几十年站在顶端的老牌歌手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在某一刻开始跟不上场地节奏。在这样的对比背景下，侯明昊的意义就清晰了。歌手2026把他请来，其实是一次非常精准的压注，一边是杨坤、庾澄庆这些曾经撑起华语流行的一代慢慢退场，一边是张远、尤长靖之类从团体或选秀里出来的新一批，唱功不错但风格与市场都相对拥挤。而侯明昊这种音乐科班加演员出圈的组合，恰好填补的是一块空白。他拥有偶像外形和年轻观众基础，又有专业训练撑腰，在歌手和演员两条线里都没完全定型。对节目和乐坛来说，这就是最适合用一档节目打出来的那类人。更关键的是，他的路还刚开始，连专业乐评人都认定他具备在新生代里颜值与唱功双高的稀缺性。只要他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继续稳定发挥，不急着追求每一期都玩花活，而是慢慢把自己的音乐审美和作品线拉出来，他完全有可能借歌手2026这个平台，完成一次身份重置，从你演过那谁谁的戏变成你就是那个唱 Simon 的侯明昊。演员行业里，他暂时还谈不上国民级，华语乐坛这边反而有机会让他先火起来。对很多年轻艺人来说，找准赛道比什么都重要。歌手2026帮他把这条赛道的灯先点亮了，接下来能跑多远，就看他自己了。至于这次比赛的排名是否符合你心里的预期，那就是另一场关于审美和时代的讨论了。